小布什谴责西方对华态度是释放恶毒，又提到了中美共治，和10几年前的 G2 的说法，那么双方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10多年前的时候啊，就是2008年那个时候，美国人曾经提出了一个 G2 的概念。你像现在我们知道 G7 也好 G20 也好，各种峰会嘛，当年美国人提出个 G2，就是中美组成一个集团，一起控制这个世界。当时中国可没敢接这个茬啊，不敢信啊，因为当时谁知道美国人提这个 G2 到底什么意思，是真心的还是忽悠我们呢？中美共治世界这种概念本身就不符合中国政治理念，就算中美两国力量加起来，真的能占全球1半以上的力量吗？这是前提吧。如果中美两国力量加起来不到全世界1大半以上的力量，那你谈什么共治呢？而且这个说法另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个别国家主宰全球，这在中国看来是不对的。我们主张的是多极世界才是合理的、公平的、稳定的。两国共治全球啊，那就一定会导致全球多数国家不满意。那中国成什么了？跟美国一样会成为世界公敌的。而且当年的情况是，中美之间的力量非常不平衡。就算是我们听了美国人的话，去搞什么 G2 共治全球，配合美国，那么怎么分工呢？中国为了一个虚名，就要给美国当劳工，帮他们搞生产，美国负责去干别的事情，搞管理，还是我们帮着美国人挡枪，拉了仇恨之后，美国人都在后边躲着，中国人冲在前面，都不行吧？关键是中国还在发展，只要发展起来，一定会产生中美之间激烈竞争的。那么这个竞争一旦是起来之后，共治的基础根本就没法稳固。所以当年我们连信都不信，怎么可能去配合？更不用说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啊，美国也这么捧杀过日本，最后日本怎么样了？都看到了吧？2008年的时候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在公开描述的时候，还多少有点热情洋溢，说美国发展的比较慢，西方有点衰落，中国发展速度快，那么中国可以考虑接棒，结果指挥棒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中美关系比2008年的时候那是恶劣多了。但是偏偏就这么几天，小布什又把中美共治的话题提出来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小布什不是当年当总统那个小布什，是这个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。尼尔布什这个人呢有点意思，他在家族里边算是比较奇特的一个人，他对中国的态度好像从来没有变过。1975年，他老爸老布什嘛，在北京当外交官嘛，做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在北京也跟着一起来过，生活过。然后呢，一直对中国比较友好，包括什么经贸关系往来之类的，态度一直是比较正。他批评过很多西方的言论，说你们这个西方言论对中国非常的这个不公平不礼貌。包括他女婿批评中国的时候，还挨过他 K， 说你这个批评是不对的。2019年，尼尔布什还指责过西方一直在妖魔中国化，这种妖魔化一定会害了美国的，你美国的民主也不适合中国，不要强加给中国。这次呢，就骂西方世界，说对中国态度很扭曲。如果政客们不表现出一种对抗中国的意图，就会显得不合群，甚至被孤立。所以大家必须要表现出反华。之所以中国受到无端的指责，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在释放恶意。这是他的原话啊，听上去跟咱们观点还挺一致的。到底是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，没少骑自行车。从尼尔布什的历史来看，他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透明真实。2019年那个时候能够帮中国说硬话，那是需要点胆魄的，说明他不是墙头草。出发点跟2008年那个 G2 的说法应该还不是一回事，不算忽悠。而且呢，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跟美国比啊，虽然是差了很大一块，但是呢，和2008年那个状态相比，差距已经相当小了，而且追赶速度还在增加。按理说呢，也是有实力让一部分美国人往后退一步，承认中国崛起后应有的空间和地位。但是这种中美共治的想法仍然不可能让中国接受。这个模式虽然不是中国一直反对的这种严格的真正的单极世界，算是两极的一种，但是他把中国和美国说成一个合体，说成一个一极，那本质上又变成单极世界了，最终还是会把国际矛盾集中起来引到自个儿头上。对中国来讲，这个负担太大。中国需要的是什么？是真正的尊重，也是我们中国要对别的国家还以尊重，形成一种多极世界、多边外交状态，用多边外交来分解化解矛盾，而不是集中矛盾。关键是不管尼尔布什怎么呼吁，美国政客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正视中国力量的发展吗？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还能存在，还能够维护下去吗？现在是已经互信严重不足了。如果双方没有共同努力，集中力量去恢复互信，这个互信是很难恢复的。而且民间那种对立情绪，甚至已经远远大于了两国的政府间对立。
包括你看美国的亚太沙皇坎贝尔说了句软话，说这个太平洋足够大，亚太足够大，容得下中美两国，实际上已经是往后退了一步了。中国人都不愿意信，认为坎贝尔可能在放烟幕。这种情况下，又有多少人会相信美国真的愿意放弃权力，放弃冷战思想？也许呢，有一个历史阶段会实现中美两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一个主导性力量，可能其他国家，包括欧盟在内，可能都会逐渐的退居次位了，甚至像美国人担心的那样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主导性力量。但是，即使会出现那种能力、那种情况，中国也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单极世界条件下的霸权主义国家，因为霸权主义这个路数是相当的愚蠢的，是要挖自己根的。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让美国主动把权力让出来，只能是凭我们自己的本事，自己撑起来我们需要的那一部分外交天地。好，关于中美共治到底是不是可行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